船刚靠港，他就看到码头上大哥和大姐在说笑着什么，旁边站的居然是姐夫夏鹦鹉。他正想着交代一声，就见大姐3两步居然跳上了船，刚靠近就没好气的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。你也真是的，连领证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得亏阿雪是个善解人意的，不然不定怎么想我呢。姐，这可不怪我，别说你和姐夫都忙，等办宴时再通知你提前2天回来忙。从小到大也没见你这么听爹的话。自己不听老爹的话，这从何说起？回想了一下，还是蛮听话的呀。因为以前老爹在家待的有限几天，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他好好读书，很听话了，好吧？阿浩，有多少货，我帮着一起卸。夏鹦鹉在一旁等2人话些，这才说道。林浩自己都不打算动手，自然也不会让姐夫帮忙，拉着他就上了码头。陈东已经安排人开始卸货了，2艘船上老猫和柱子在呢，也不担心没人安排。阿杰见到自己二哥来了，赶着上前就要打招呼，结果刚到面前就被夏鹦鹉训了一句：多大的人了，性子也不改改，你那是工作岗位，怎么能擅自离开？那么多船工看着呢，你让阿浩以后怎么管理？越是家里人，越是得自觉。夏家的门风林浩可是见过的，老大说话老二是不敢顶嘴的。夏英杰讪讪的就要转身，还是林梅递了个台阶。阿杰就不该叫你生哥，人家是来见我这个嫂子的，你在那张狂什么劲？夏鹦鹉果断闭嘴，他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低，没办法，自己虽然算是正式教师编，福利待遇都不错，但自己老婆现在一天有时候比自己1月赚的还多，没有发言权了呀。姐夫，你这是请了假？爹打电话来说你们出海了，你姐就想着推迟回来，刚好中秋我值班，现在也算是调休呢。你俩都来了，阿泽咋办？家里我堂妹在呢，一直在帮你姐的忙，你姐能走开，也得亏她在帮着。林浩还想再说，陈东走了过来，夏鹦鹉知道他忙，还是主动上了船帮忙，他也是闲不住的性子。阿浩，啥情况？咋弄这么多萝卜呢？东哥，出货安排好了吧？这个你放心。林浩又将陈东往旁边拉了拉。东哥，听过龙宫翁绒螺吗？啥龙宫？显然陈东也没听过。我这次收获了几个非常漂亮的螺，刚好之前在网上查资料时不经意看过，听说这玩意非常的稀有，全世界也没几个活体。这么说很贵，我估计最少要几万块一个吧。多少？陈东的表情与林平初听时差不多，开什么玩笑，一个螺卖几万块，除非是椰子螺，还得保证里面有美乐珠。听到陈东也不知道，林浩有些头疼了，大家都不认识，这要自己卖给谁去？没一会，他将此事暂时抛之脑后，先解决船上的大头再说。他又走到老爹的面前，说及饲料的事。爹，船上有10多吨的饲料鱼，以炮弹鱼和黄尾为主，养殖场都留下。林安国一怔，片刻摇头。留这么多1-2天消化不掉，咱养殖场的冷库没那么大，留个4吨吧，剩下的价格再见也只能处理了。林浩有些可惜，因为现在卖了，等要买时价格可就要高一截了。但他也知道老爹说的是实情。幸运的是，今天的码头人不多，因为是上午的原因，而且天气不错，所以渔民全部出海了。看热闹的多是附近的商铺，他们的纪律性稍好些，不会打搅到船卸货。但对于拖网船能上来这么多的螺贝，这帮人不解的同时也颇为震惊。阿浩，我看了几筐，你这不行，螺贝的大小也不分，价格悬殊着呢。陈东抹了一把额头的汗道：东哥，我们哪有时间啊？泡了几天水才搞了这么些，一个个累的都没人形啊。陈东在那转圈着急，现在叫人分，但收货的车已经在等了，这么多得分到啥时候去？不分的话，都按小哥的算，那阿浩就亏大了。东哥，你去和那些老板谈，大小一把算，重新谈的均价吧。陈东犹豫了一下，熔螺、塔螺还有扇贝只能这样了，鲍鱼和海参还是要重新分一下，差一个规格，价格悬殊太大了。那我把船工先调去分货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留2个看着小工卸货就行，其他的全部去分货。林浩答应一声，对着大哥招了招手，等对方到面前，才将事情说了。船工们相继下船赶往收购站，林浩则留在了码头看着。没一会，陈雪也过来了。大哥真是的，你今天回来他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一早去市里了。我昨晚没回来，听说大姐来了，今天一早我去嫂子那，嫂子才说他们都回来了。陈雪说着，还瞪了一眼在一边打电话的陈东。林浩笑了笑，接过他手上的冰镇水喝了起来。螺贝卸得很快，因为本就是装好的，一筐100来斤，2人一台就行。林平再度走过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小桶。这个你自己拿，先送收购站养着。林浩接过，顺手递给一边的陈雪。这个很贵，你先送回家养着。什么啊？陈雪说着接过，细看了一眼，顿时双眼冒光。哇，好漂亮的螺，我要一个。行吧，都随你，全留下都行。林浩说的不是假话，要是真没人识货，他就打算全部留下来，肯定不会贱卖了。那我先送回去养着。陈雪提着小桶，便小步的往回跑。林安国也在一边打电话，
他要让老邢他们过来接手饲料。因为卸货的时间长，码头上不可避免的开始聚人，特别是开始卸龙虾时，还是引起了一小股的骚动。还好这次有码头边的商户主动帮忙维持秩序。见开始卸冷库里的鱼货时，林浩便将这里交给了大哥，他则跟着陈东回到了收购。此刻收购站的后院非常的热闹，包括林梅两口子还有陈家的人，足足20多人，每人面前一小摊海货，分着货不时还能说笑2句。林浩到了后院，他没有打算帮忙，还得跟陈东将其他价值较低的螺贝过秤呢。结果刚露头就被陈父拉到了楼上。叔，有啥事？那个龙宫螺你是怎么捡到的？林浩大喜。叔，你认识这个螺？不认识，但听过，这玩意稀有着呢。听说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国外有支潜水队冒着生命危险，从较深的海域捞了2只。林浩也不隐瞒，便将怎么发现的给说了。这就是你的造化呀！叔，这个螺有人认不？国内不清楚，之前听一个侨胞回来提过一嘴，说是国外有人认这些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林浩有些头疼，因为几个螺，难道自己还要跑国外去卖？阿浩人呢？快来过秤了！来了，东哥。林浩临下楼前又对陈父道：叔，你帮我个忙，我想留一对，你帮我挑好的，至于其他的怎么处理，我再想想。海螺分公母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看螺壳内壁就行。一般母的带着一圈黑色条纹，摸着也凹凸不平，公螺没有黑纹，且摸着相对光滑，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区分方法，但并不能100%的保证准确。至于说出售这些龙宫螺，其实有一个地方肯定会收，就是各地的海洋馆或海洋生物研究院。但说实话，这样的单位能给多少钱，他是不奢望的。所以不到最后一步，林浩宁愿自己留着，也不会给他们。阿东，你这不厚道啊！把鲍鱼和海参中顶个的全挑走，不卖我。来收购鲍鱼和海参的老板相当的不满，刚刚他可是听说了那些极品的陈东没打算卖。老板姓魏，林浩见过1、2回，人长得极憨，说话时2边腮帮子的肉都在颤抖。50岁的人了，居然还挺萌。魏总不是不卖你。陈东果断甩锅，一指林浩。船东在没下船时就已经联系好了客商，都是他的老关系户。别说你想着，我想着也没有啊。魏总狐疑的看向林浩，林浩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拆台，回以歉意的微笑。魏总，没办法，我在京城有几个朋友一直打电话让我留的，好不容易这次补了一点，要是不给他们，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了。你这叫一点。魏总摇头笑着，随即又正色道：下次好货一定要留点给咱自己人，价钱好说嘛。2人赶忙笑着应承。等到错开身，陈东则笑道：其实魏总做生意蛮厚道的，但肯定给不了京城的价。货怎么发？你想好了没？市里开了一家快递公司，往京城的。我今早去了一趟，价格有点贵，但对方保证了肯定没问题。东哥，确定没问题吧？应该没事，人家是正规的公司。林浩突然想到了顺丰，但现在的顺丰还只是在华南厉害，华东和华北所开的网点还较少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一动。话说现在的王位缺不缺钱呢？要是缺钱的话，自己可以施以援助之手。赢得一个及时雨的美名。从今天开始，请叫我公明哥哥。林浩恶趣味地想着，自己没忍住笑了起来。